同样一个角色交给中日两家知名品牌，谁会做得更好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杨学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由良品和海洋堂出品的阿卡姆骑士。视频制作不易，你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们先来看看玩具本体啊，从设计上来看，海子是套用的经典素体啊，玩久了海子会觉得这个大鸡鸡特别好看。但一站式的话，关节裸露和粗腿的问题就会比较明显。良子身形则是主打一个还原，但头部个人感觉略大了一些。细节上海子就要输很多了，魔改、变肉、阉割、日常3选1啊，漆面也不是很平整。良品除了基础的造型之外，涂装上把头盔的全息纹理以及一些做旧效果都安排上了。主体重量呢，二者分别为104克和102克，身长呢则来到了17和17.5厘米左右。可以看到良子整体是比海子要大一圈的，这里我们顺带拿出各家产品稍作对比一下。配件方面，海子作为特点附属了战损头雕，良子则是给到了半开面罩的真人头雕。个人感觉神态上要比老爷和丧钟拿捏的更好了。手型方面，海子附属了3对，腕部连接没有做防脱环，把玩容易掉落，但被良子捏的好看啊。良子这个捏的跟个劳保手套似的，太丑了啊！替换装甲的玩法，两家都有做。海子是一整块胸腔零件，相较于良子还多给了一个经典2筒标的胸甲。良子因为做了避让，所以将胸甲做成了3分件啊，替换的时候会更麻烦些。且活件做成了 C 扣，还会因为公差和材料的问题会出现白痕啊。肩甲位置尤其难换，建议先垫层纸再操作啊。武器方面，二者属于是各有侧重。除开基础的枪械外，海子是添加了4把近战武器，良子则是有配备 RPG， 具备开合结构的同时还有导弹发射的特效件，不过装配会偏麻烦些。整体涂装上良子占优，但是手枪没有开孔，虹膜线也更为明显。地台方面，海子是透明小支架，良子就是延续前2款的风格做了角色 logo。可能方面是海子的看家本领了，脖梗因为领口的干涉抬头比较差，良子就要好很多。肩膀部分是海子的经典大球关，不在意穿帮的前提下，可动主打一个暴力，人体能凹的不能凹的轻松拿捏啊。良子呢，主要输在平台和前身上。胸腰上二者都有不错的表现，不过海子基本没有后仰啊。良子在侧腰幅度上会更大，腰带部分都做了分件。海子的胯部材质会更软，前肩关节玩懂了会很爽啊。良子则是传统的下拉关节，表现也都还不错，脚踝接地也要差一些。整体把玩手感的话，海子各个关节松紧度不一，得靠自己调，面多了加水，水多了加面啊。而且大腿根的结构会因为公差问题特别容易脱出，主打一个正版玩具该有的品质啊。良子呢，各方面阻力就调得很舒服。总价两家虽做的同一角色，但侧重点完全不一样。海子嘛，动起来张力就完事了，良子呢，则是兼顾了造型和可动啊。整体做工和性价比也要优于海子，一般玩家我会更推荐良品啊，不然到手不会修，还会被孝子嘲讽不会玩玩具啊。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学，关注我，带了解更多好家精教。